前一节课我们做这些造型训练的时候做的那个，就是那朵牡丹，然后我今天给它添加了一些叶子啊，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完整的稿子。我们现在开始就画这张吧，从最基本的这牡丹跟荷花开始说起了。我先勾线。先勾前面的这些叶子，我先勾叶子，用中墨或者重墨也行。你回头主要是看你最终的要画多重的颜色。我这边中墨偏重一丁点，还是用我们的无眉画语。稍微吸一下水，不要让它太湿，水分不能太多。从叶子先勾。
叶脉可以画的挺拔一些。你勾的时候要注意它不同的空间，空白的地方要注意，不要雷同。然后我现在开始画淡墨，画花。这朵花我们要画粉红色的，偏白偏粉红色的，所以我们勾的时候尽量用淡墨。从最前面的开始勾。相对说，花勾的要比叶子线条要细一点。注意节奏。长短线条的穿插。方跟圆的结合。
用写字的感觉去画，一样有相像相悖。注意避免平行。流畅中保持的变化。转折的地方可以稍微粗一点，其他地方就细一点，让它转过去，把厚度表现出来。你看这个转折的地方稍微的重一些。你做好的稿子只是一个大概的形体，不一定说你勾线的时候一模一样的按照它这个勾，画好都是灵活多变的，只要根据我前2周讲的那些规律，那些变化的规律来掌握就可以。为了调整它，因为刚刚之前这2块面积差不多，然后我这边再画了一条相悖的这2条线条，让它有书面上面的这种变化。
用我们的理论来画画。你看，像目前这一条跟这一条是平行，是吧？说明我做稿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块，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画的时候就稍微的给它转换一些角度，是吧？它就打破这种平行。长短不同的线条来丰富它的画面。再把后面的叶子添上。后面的叶子我可以墨用的比之前这个稍微的淡一些。一样要注意这些空白的地方。你看这一块破也在这个地方破，这边大，这边小的空间，这边中等，大中小，它就有这种变化。它两个角，一个尖一些，一些靠稍微一边可以稍微钝一些。
笔段一连连从这边慢慢延伸到这边能接得上才行。好，基本上现在是勾好了。躲一会儿，先裱板，裱板完了之后再拍照，然后发到云盘里边去。其实就是前一节课我整理的那个，是改了很多地方，让它的构图合理就行。这是一个主，这一个辅这边破，主辅破这种。这边可以大的、中的、小，这边可以在一小片叶子。加一丁点会更丰富一些。
大有中有小。好，稍微我用电吹风吹一下，然后表板。这边少了一笔，这个是30乘以直径30的。尽量不要用那吹风机，吹风机它吹出来的颜色跟让它自然干的那个颜色是不大一样的，它可能会更润一些。但是如果你是很淡的颜色，慢慢的一遍一遍，那是问题不大。下表板，最常见的是用水胶带，先用刷子蘸清水，从中间开始往四周，而且你用清水这么一刷，有漏环的话就马上就能发现，还没上颜色之前就淡淡的刷2遍加完水，就预防它漏环。如果没有发现有漏环的地方呢，就没关系，你可以接着直接去画就可以了。水分不要过多，尤其是北方这边，水分如果太多的话，它回头绷得太紧，有可能就会裂掉。纸的那质量不好的话，可能就会裂掉。往四周，中间往四周刷。然后有水胶带就用水胶带，没有水胶带的话，用素描纸，或者说像这种 A4 的纸也行。我还是用素描纸，然后切成这么一条一条，然后蘸白乳胶，完了之后在这个边上这样子贴着也行。最好是用水胶带。水胶带有一种是牛皮纸的颜色，一种是这种白色的，白色的话更好一些。喷壶的话也行，但是喷壶完了之后一样要刷，不刷的话它上面它有可能会皱的会比较厉害。
这种白的水胶带比较薄，好一些。然后它有粘性的这一面，在水里面站好。我下面垫的这个不是垫？这个是裱板，就是用那个素描纸，然后把整个板子都裱起来，都刷上白乳胶。你看这样子，在边上粘上。轻轻的用手粘过、粘过去就行。再换一条，4条边都弄上。垫生宣的话也行，主要是怕什么？怕你回头染的时候，因为受水，它纸张受水完会膨胀，然后底下那个生宣会凹凸不平，把那个上面的画弄成凹凸不平。你下面要垫的话，最好也是几条边都弄上，让它不会轻易膨胀。或者用刷子也行。我这板子就是最普通的画板。画板不一定说粘白乳胶，主要是后面那个能贴上就行。白乳胶只是说比较好用，浆糊也行。白乳胶也要泡水的，要加水的，对水不要太浓。底板可以用白乳胶，然后像贴纸可以用白乳胶，其他的就不能用白乳胶，因为它干透后很不容易接下来。如果是用浆糊的话，可能你水一沾，它可能一会儿就能掉下来。好，现在让它自然干，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染后点染，最后有需要的地方点染。这直径是30厘米。我们先调一些花青。色笔用小白云或者其他小的笔也行。
2把白云笔就行，一把大的当实笔，一把小的当色笔就可以了。40的话会太大了，你要是放大到40的话会太大。刚开始尽量淡一些。花青色。我这图直径是30的，你们也画这么大差不多，你别太大，太大了不好看。尽量淡一些，然后从分染开始，我留两边水线，两边都留着水线。先分染，初学的朋友可以再淡一些，然后分成多次去渲染。颜色占1/3，用水再洗出1/3，留下1/3是不占颜色的。这个外形也是根据它这个外面的边缘线来分布的。
注意不要分染太过头，面积不要过大，宁可小也不大。染的时候笔不要太重，轻一点，尽量轻一点。一重就容易起毛。反面面积更少一些，更小一些。尽量不要画过头。
太清蓝加墨也可以代替这个花青，但是它的效果还是不如本身花青这么稳。你就调的颜色再色相再接近也没办法那花青那种稳的感觉，只能说勉强代替。就是现在国画颜料不如以前的好，以前的那个没有那么多渣，现在的花青差一些的花青都渣很多，尤其是普通的国画嘛，那个玛丽国画，可以用其他的代替，比如说美斑的，比如说姜丝续弹的这些，实在没办法了，你就用太清蓝加墨，但那个分量、那个比例要控制好。往下，花青在周围淡淡的稍微衬一下。
或者打湿了也行，稍微打湿了，清水在这空白的地方稍微打湿。右边让它透气，所以右边可以淡一些。稍微染进去，让它边缘的虚一些。对，背景也是刚刚那个花青。
然后点染一些。然后这花青的加一些头青或者石青，头青石青都可以。
花瓣边缘染进去。然后画一些小笔触，再重一些，刚刚这个颜色再重一些。
有些地方虚，有些地方实，这样才会好看。有声音吧？是要把需要它最深的地方再稍微加强一下。这次颜色就比较厚了。你看这种效果，回头就是比平涂那个底色要耐看一些，要更丰富一些。当然，你要是平涂的话也行，但是它是另外一个感觉。然后这边是一块比较大的，这块是中等的，然后这边有个小的，大中小它聚在一块的时候就形成这种对比效果。所以我们前几天学的那些东西都不白学，随时都能用得上。这块中等的是吧？然后这块小的，大中小，不同的面积，不同的这种对比。对，白色的东西，你想把它亮起来，就是靠周围的颜色这么一衬托，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画的都是关系，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有些地方干染吧，有些地方湿染，
互相衬托。其实画的是关系，跟作品大小没有关系，它画的是各个元素之间的这种关系。画大画也好，画小画也好，讲究的都是这样的。只是说大画的话，它可能更复杂一些，从整体开始，然后到各个局部里面的各个关系，它可能更复杂一些。你小画都驾驭不了，你大画怎么驾驭？话说回来，也有很多人就是大画会画，一画小画就不行。说明他整体的那个关系他能掌握得住，但是细节掌握不了。一些空白的地方造型我们得看，比如像这一块稍微亮一些的这个造型，我们也得关照到。边缘的有虚有实，比如说这个实一点，这边就虚一点，是吧？然后这边肯定得稍微的再实一点，有个节奏，有个对比。然后这边再虚，这边稍微再实一点，这边再虚，这样虚实有一个边缘线就得有一轮过来，它有虚实这种呼应。好，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等下再接着动。接着处理叶子，就是用之前这个花青接着染，面积小一点，也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的墨，然后面积减小。减小面积，我刚刚在花青里面加了一点点的墨。这是染，就是染正面的叶子，反面的就不染了。甚至有些地方也可以点染，结合一下。
花的里边可以淡淡的画一些，显示它有点半透明的那个感觉。你比如说这个叶子是吧，透视过去它是应该这么过来，所以我们在花瓣的里边也可以淡淡的弄一些花青，顺着它的这一个形处理一下，它会给人家感觉半透明的那种感觉。好，这个是叶子，叶子也一样可以这样处理。尤其是表现那种逆光的这种情况下，比如像这片叶子是吧，你可以把它后面透视出来一点点，增加细节，给它增加细节。结合重染，结合那点染。给画面增加一些细节。
稍微染一下，让它有厚度，边缘留出一条像是水线又不是水线那种笔触，让它更有厚度。你看这边实，这边虚，这边再实，它形成这种结构。好像外面的叶子延伸过去一样子，把它画出半透明的感觉。
花瓣的边缘就是淡淡的那种水线，似有似无的那种水线。然后我们再调刚刚这个花青墨同染。叶子也好，花也好，我边缘都留了一定的厚度。现在同染一下。同染一下，我们刚刚点染那些不会太生硬，没有加浓就差不多。还是原本那一叠，没加水，也没有加墨啊，什么东西，还是原来的浓淡程度。把前后关系画出来。一样的考虑虚实。统一前后的关系，统一整片叶子的整体效果。每一片叶子基本上都同染一下，然后拉出上下的前后的这种关系。
目前只用到了2种颜色，一个花青，一个石青，然后颜色基本上还是这2个在套用的。这个分染的一直都是花青，后来有加了一丁点的墨。我现在再加一些墨，花青里面再加一些墨。再加一些墨，然后把需要最暗的这些地方再稍微再刻画一下。你这一条边缘线就得考虑虚实问题，这边实，这边实，这边虚，这边虚，这边稍微实一丁点儿。因为为什么我上2节课一直要讲这些东西，讲这些结构，讲这些关系，该讲究什么？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在讲究这些东西，那些都是前提。
现在蘸一下我刚刚用的石青的，把后面这些虚的连同背景一块儿稍微染一下，让它退到后面去。基本上像这个底色都做的差不多了。再拿一个碟子，调一些白粉、白色，普通的国外颜料就行。普通的国外颜料或者这种高级玛丽，美斑啊等等都可以。平涂花朵就行，淡一些，不要太浓了。淡一些就可以，太重的话会花，不容易涂匀。好，然后淡淡的平涂一遍白粉。顺着一个方向均匀用力。有时候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涂到，但是你侧一下看就能看得出来。换一个角度看的话，就能看得出来到底涂了没有。
白粉你要上的是薄才能透，你要上厚了，它不是透，那是厚实。然后把里边的花心留出来。为什么上白粉呢？因为什么？因为白粉你上完之后，当你侧着看的时候，有某一个角度的时候，看到的白粉不是白的，是灰的，是黑的。如果你不先淡淡的打一层白粉，你回头提染完之后，用白粉提染完之后，在某一个角度上面会看到那些很难看，就特别明显的有一些黑的东西。涂完之后，换几个角度再查看一下有没有全部涂到。没涂到稍微再补充一下就行。基本上都涂到了。然后把这花心的细节稍微染一下，一样用花精。我之前加了一点点墨，加墨就加墨吧。好，下注意了，用排刷或者清水笔，或者普通的那个
接水笔也行，我现在用排刷，轻轻的把上面的浮色洗掉，它上面会浮着一层颜色，这样轻轻的洗掉。你看，它上面有一层会掉色的这种感觉，其实上面是浮色。注意花的中心不要弄脏了，不要把花的中心弄脏了。边缘可以，边缘反正我原本就要稍微的往里面染了。你吸水纸稍微吸一下，把上面的肤色都吸在这纸上。然后让它自然干。那今天我们晚上我们就讲到这边吧。下一周继续这一章，接着画，把它画完。大家这一周的作业就是按照我这个这一章的刚刚讲的这么长时间的步骤，视频步骤，根据视频也画一画。回头白描稿跟这个画到这个阶段的那个步骤，我一块发到咱们的云盘里面去。那今天到此为止吧。然后尽量把这章完成结束。我现在先说一下花的褶皱这些怎么处理。像这些凹进去的这些，它应该哪个地方是暗部，哪个地方是亮部。你比如说是吧，这一片花瓣，然后这些凹进去的跟里面的明暗有什么关系？那比如说你这个凹进去，我们暗部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边上稍微留出一条类似于水线的这种东西，就能体现它的厚度。一般暗部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延伸下来，这边稍微亮一些，包括这边你看延伸下来，这边延伸出来，它沿着什么？沿着这最花的这种中心花心，它是沿到最终是交叉点是这个花心，然后这边是暗部。画出厚度，这边也是，这边就让它亮起来，然后中间的这地方稍微暗一些，在最中间的时候又会亮一些，这样给人家感觉它的立体感就会好一点。然后理花中心这边，因为上面还有其他的花瓣挡着，所以这边要暗一些。一样，它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这样子，它形成一种褶皱。那我们现在把它直接画到画面里面，看我们怎么处理。准备一个小碟子，然后弄点曙红，一点点就可以。然后加清水。用红色的笔，我这把笔主要是画红色的。匀一点的，尽量淡一些。很淡，就非常淡，很淡的颜色。用曙红也可以，用这种牡丹红也行，或者洋红也行。洋红就是西洋3点水那个，然后一个洋，就洋红，洋红也可以，几种都可以。然后我们从这花心的最中间开始，一片一片的来先把它先同染。画到1/3左右，然后再染出1/3，剩下1/3不要去动。这个边缘跟它这一片花瓣的外边缘是就是你要红色要流到哪里，就是以这个外边缘这个为规律，然后收缩。一次一半，这样子画。注意面积不要太多了，太大了。把1/3再染掉1/3，剩下1/3都没有碰到颜色。然后越到边缘的这个花瓣，它的面积就越小，稍微有点就可以。因为我们这张主要要体现的东西就是在花朵，所以要在花的上面多下功夫。
它是主要的东西。像这种在里边的，可以平涂一下，然后中间稍微洗一下，让它四周重一点，中间亮一些。目前画的都是染的都是正面，花瓣正面的，反面暂时不去动。越靠近你花心的这些花瓣，我们染的面积可以稍微的大一些。离花心越远，它这个分染的面积就越小。这样就把花瓣的前后关系区分开了。然后开始画反面的。反面的，比如说像这么大的，大瓣的这种，就靠近根部的这个地方，两边染，两边染。你看这边染一笔，这边染面积宽一些。这边也是。
靠近根部的这个地方，然后根据它这个外形上颜色，上这一条的颜色，跟它这边一条一样的这个，然后从这边染一笔，从素描的关系就有点像这个是像反光。两边染。好，现在我们在这个曙红里面，这个颜色里面再加一些曙红，牡丹红也行，牡丹红、曙红、洋红都可以，加深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色彩的那个颜色的浓淡程度，然后我们用电吹风把它吹干。我色笔换一把小一点的笔，小一点的话，我们一会儿做细节可以做得更精细一些，更工整、更精细一些。然后一样画刚刚的这个正面的这个花瓣，就是说面积缩小一下，面积缩小。稍微区分一些，一下这里面比较重的，比如说有画出线条，褶皱用线条表现出来的这些，稍微区分一下。
一定要保持干净，不要画脏的，画脏的就不好看了，尽量要保持干净。记得面积要比第一遍小一些。每一遍如果是面积是一样大，同一个地方染，它还不如直接就是颜色重一些，直接染一遍，它还不是一样，是吧？所以我们不断的这一层一层的退下来，然后它感觉这里面的层次更丰富。前后关系要画出来，上面一半，上面这一半越凹进去的地方，它周围是越暗。你看这边有缺口凹进去的这个地方，周围可以稍微暗一些，衬托一下。这样反复多遍这样子去分染。
反面也是，反面也一样是面积缩小。最外边的这个反面的，之前有一遍淡淡的就可以了，后面就不用再上了，因为那边毕竟是虚的。除非你觉得不够的话，你可以很淡的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比如像这边稍微提一下，稍微的有点感觉就可以了。好，再把它吹干。然后继续把这个曙红加重，再加重，再加一些曙红。
然后再次缩小面积。那中间就靠近花心的这些可以重一点，然后把这种里边有辅助线的这个一块分一下，这里面可以稍微面积稍大一点点。有辅助线依托的，就是这样分过去就可以；没有辅助线依托的，就两边染，然后边缘留出，感觉像水线，然后又没有水线那么实。刚刚是以面为主，现在稍微以线为主。然后你看从这边延伸下来到这边是吧？稍微做一些细节，以线为主，做一些细节。
注意一点的是，不要老是闷头在那边画，你可以画几下子，然后退后看一下，看看它的整体效果。别老是闷在那边画，回头一个地方越画越黑，越画越暗，结果就是超过了预计的人就画过头了。好，我们现在再把它吹干。现在这一点非常关键，大家要注意。刚刚这个曙红的浓淡程度，我们不去换，我们不去再加，就是在刚刚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就把前后的这些整体关系画出来。它这个花是一圈又一圈一半附着一半的。我们先从花心最中间开始，把最里头的花心就留出来。最中心这一圈全部上，最里层这一层，然后染出来。渐渐的往外扩张，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去分出来，去统一同染。然后比如说再下一圈，凹进去的地方重一些，凸出来的地方淡一些。这样把它同染出来，把它所有的花瓣前后关系都分出来。那边缘的就稍微的交代一下就行，不一定就做那么清楚。主要还是以花心中间的这周围为主。
我们再把它吹干。然后依然是这个颜色，应用我之前一开始就说了这个明暗的这个关系的，它这个褶皱怎么处理？我们现在就是用颜色来处理。比如说，你看这凹进去的是吧？它凹进去的这边是比较暗一些，它凹进去的这衍生下来一条是比较亮，然后留出一条类似于水线的。稍微的有点细节，边缘要虚，注意一点，就是这里面就是再暗也不会超过它这中心这些，就是这一个花瓣根部的这个暗部分量。最红的应该就是花心的周围那些是最红的，这些辅助一下，你要稍微处理它就有那种细节。它的边缘一定要虚，不要太实，感觉若有若无的，那样才最好看的。有时候其实颜色只是在这画面里点一下，然后用水笔画出这个造型。这样花它就有厚度，有细节可看。靠近的看，它有很多细节，不会给人家一看啊，你什么画的所有东西都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它里面这样子有很多回味的地方，有虚的，有实的。
注意虚实的关系。那反面的就是虚一些，更加的虚，要比正面的更加虚一些。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些点染结合起来处理这些细节。似有似无的一块块小凹进去的这种感觉。
花的周围也可以上一些淡淡的曙红，跟背景融洽起来。注意花瓣的厚度。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过来接着画。画了，把刚刚这些褶皱还没画完的接着画。这边缘的稍微虚一点。
有些地方是从边缘往里边染，有些地方是从里边往边缘染，但它的准则都是说把它一股一股的这种体现出来。有一些小笔触不用怕，留着比小笔触，就感觉更有细节，不一定要染得光溜溜的。光滑的时候能光滑的起来，然后留笔触的时候能留得出来，这才是本事。我再把它吹干。接下来我们把它画透明，透明的部分，透明什么体现透明的？它就是说明什么？它下面的东西可以很淡的那透出在上面来，上面的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下面的这种明暗，它是会透明的。比如说像这一版是吧？它下面是这样，如果衍生出来的时候是这么过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跟它的这衍生的边缘稍微的轻轻的有这种感觉，它就透明下去。再比如说你看这一半衍生过来是这么过来是吧？我们在这边大概的轻轻的分一下，它感觉就透明了。再比如这边这样它就半透明出来，包括这边也是。
这边延伸过来。好，基本上这些细节我们都处理差不多，然后我们用再加曙红加重，曙红。如果你是一开始就用曙红，你就一直用曙红；如果是一开始用洋红，就一直是洋红。回头别掺在一块，掺在一块有时候它色相会冲突，会不好看。加重曙红。先把它吹干，然后先画花心在周围的最暗的地方。这次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它花心的周围更暗一些，让它整朵花的那个明暗关系更强烈一些。这旁边的稍微醒一下就可以了，最暗的地方醒一下就可以了。注意这次的颜色的就是这边缘的靠旁边的这些暗部不要太过头了。
过头了回头就感觉整个花朵的整体效果就乱了。应该是花心的旁边是最暗的，然后越是边缘越亮。就在最边缘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调整了，因为它这边已经够暗了，然后再渐渐往里边越来是越暗，越来越暗，越红。有些地方的小细节不足，我们再辅助一下，再修一下。然后再接着继续往用这个颜色。在同染最暗的地方，同一次分一次，这样子。如果这个地方不画暗，回头你点花蕊的时候，它跳不出来，亮不起来。接着再分染，分一遍统一遍。现在只处理这最暗的地方了，其他地方都不去弄了。因为有时候同染之后，它里面的细节就会或多或少的丢失。这个时候稍微再补充一下。再把它吹干。现在再换一个碟子，用很重的这个曙红，很浓，就加少许水。是吧？它浓淡程度大家看一下，就很重。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在最暗的地方稍微调整一下。它大概就是上的颜色也大概就一颗绿豆
那么大，然后稍作调整，也就差不多绿豆那么大，然后稍微染出来最暗的地方。很小很小的一个点，把最暗的抠一下就可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效果，是吧？它明暗强度很强，很强烈。然后用刚刚这个颜色最暗的这个颜色，再稍微的捅一下，就最暗的地方稍微捅一下。这时候同样的面积很小，让它统一起来，不会过于分散。你看，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边缘线。你看，比如说这个边缘线是吧？它一个实，一个虚，一个实，一个长的虚，这样形成一种节奏。然后它每一个边缘我们都要注意，它有虚有实，这种掌握这种节奏。然后现在这里面有一些小点，小红色的点，其实起到这个是点缀一个呼应的关系作用。好，再把它吹干。
再来一个碟子，来点胭脂，找个胭脂，胭脂。也是比较浓，然后刚好其实我们刚刚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笔，直接在这里面搅过，把它搅匀了，是吧？它因为这个胭脂比曙红更暗一个调子，所以我们把它用它来画最暗这个地方，最暗的地方更有层次一点，也是比较浓、比较重的，然后在最暗的地方稍作调整，更有层次感，而且会比较稳，不会感觉太飘。这一遍只在这个花心的周围，其他地方都不去动了。其他地方如果用胭脂的话，它会感觉黑，发黑。因为这个最暗的地方，回头我们要点白色的那个藤黄加白的那种，所以可以暗一些，没事。边缘的地方如果这个颜色就发乌发暗。再把它吹干。好，这个时候如果还要再处理呢，洗一下笔，然后用比较淡的这个曙红，这还太浓了，淡一些。很淡的曙红。然后呢，干一些，去勾点一些细节，尽量的干一些。加强一些它的这种细节。很小很小的笔触，水分别太多了，很细。你看，像古代宋代的很多画，认真细节你看都有这种，然后它这个就是印刷出来是看不到的，如果是看它原作的话，就很清晰的看到，会一笔一笔这样很小很细的认笔。
也就靠中间的这些处理一下，边缘我们就不处理了，靠中心点这些稍微的辅助一下。有些画完之后用手指头稍微蘸，它更有虚实。就主要是在这中心近一些的，靠近根部的稍微处理一下，边缘的就不要去动了，边缘再动的话会过头了，会太红了。抻出来，就勾出来，这种感觉。我们大自然里面去看它的花，其实它很多地方也有类似于这种质感。顺着它这个花瓣的方向，生长结构方向来抻，类似于山水画的牛毛皴。
我一会儿用手机照一下发到群里边，可以看到细节，视频里面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好，我用照片发到群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还可以再用淡一些的水处理一下它的过渡，让过渡更自然一些。里面可以画很多有流动感的这种美。也把它这些细节画出有流动感的这种感觉。这种就是说，不要每一半都这么处理，就靠近根部的、靠近花心的这样的处理，然后越到边缘，稍微很淡很淡的有丁点感觉，然后就没了，渐渐就没了就可以了。渐渐的消失，这样的会比较好看。其实你去看古代宋画，尤其是宋画，很多这种花里面会有很小的细细的，像牛毛春一样这种就辅助的这种笔触。就是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偷懒了，就不这么做了。你看，像古代很多，尤其是宋代，它很多都是很小的作品，很多人都是捧在手上把玩的东西。你如果不画的很精细、很精致，他没看头啊，看2天都不想看了。尤其是很多画上面，是吧？他天天拿在手上，绢上什么东西，然后天天就看的那些东西，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细节，看2天就烦了，就不想看了。所以一定要有精细打动人的地方。
这一遍整体比上一遍要淡一些，是一个过渡。我一会儿再拍一下照片，发到群里面，大家看一下细节细微的地方。用手擦就是擦一下，就是说，有些地方可以更有虚实。大家能看到这细节吗？好，现在我们调一些白色颜料，白粉，然后来提染。普通的国画颜料白就行，找个白色，白色，太白。用白色专用的笔，尤其是白色，千万不要跟其他颜色混淆了。它可以跟藤黄混用，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要去蘸其他颜料，其他的颜色一蘸，它这个白色将来就白不起来了。加点清水。这所有的细节是在整体效果的基础上面有细节，细节越多也不是说越多越好，就是说恰到好处，它有虚实有主次的应用。它整体效果好是为了人就第一眼就想看这张画，你有很多的细节，很多虚实和恰到好处的这些对比，就会让人就是站在你的作品前面停留的时间更长。现在是用白色提染一下它的亮部。注意不要把那个淡墨的线条给改了，留出线条。然后之前的那个曙红颜色碰到现在的白粉，它这两个颜色就是碰在一起的时候，会给人家感觉粉嫩粉嫩的那种感觉。
这一步一定要工整。不熟练的话，可以淡一些，然后你多来2遍，但一定要工整。线条千万不要盖了。我们上颜色尽量做到什么？色不爱墨，墨不爱色。就是说，你的颜色不妨碍到你的墨，你的墨也不妨碍到你的色，然后又能非常和谐的融洽在一起。比如说，我现在勾的这个大墨的线下是刚刚好，就感觉起来刚刚好。如果你勾的太重，你这白粉再一起染，它的那种对比就太强烈了，它强烈就觉得不和谐。如果过于淡，你这一分染完之后，一提染完之后，就基本上看不到线条，那也少了一个美的元素，是吧？这么一提染完之后，你回头要是发现，之前的细节就是没有那么丰富了，你还可以用大数，我们再稍微的补充一下。一定要注意工整。还有边缘线的虚实。这些小笔触，跟白色的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它会感觉更柔和，更好看。
拍一下，画个细节的图在群里面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白粉跟这些小笔触叠加的时候产生的这种效果。牡丹花尽量画的清雅一些，不要颜色太重。浅了我们可以加深，但是一旦重了，画过头了，我们就回不来了。宁可清淡一些，也不太浓厚，不要过于重口味的那种。其实就像我们说话一样，有时候或者说写文章说话一样，不要把一句话说死了，留有一定的余地，让人家多联想一些。你像这些周围虚的地方，边缘也是有一丁点的小笔触，也是有小笔触的，并不是说都是染死了。一定要把那种粉嫩的感觉、清雅清新的这种感觉表现出来，花的这种精神。可以画富贵，可以画清雅，可以画各种各样的气质，就看你如何去表现。注意边缘线的虚实，有实的地方也有虚的地方。
然后你还可以调整花的外形，比如说我这一圈，这边有两个，这中间有点对称了，是吧？我在这里面可以加一些似有似无的那个花瓣，破一下。注意整体的外形。很虚、梦幻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后面还有很多花，不止这么一朵。中国画就画实很容易，但是画虚就很难了。
整体来讲就是中心这一些地方对比比较强烈一些，然后四周边缘的对比就虚一些，就是整体来讲，然后每一瓣里面它有虚的有实的。实就是说它的对比强烈，虚就是说它对比弱，其实就是强弱的对比产生的。我们还可以用白粉分染出一条一条的这种纹理，辅助一下它的质感细节。稍微吹干一下。
用笔的方向就顺着它的这个花瓣生长的这种方向来，这样你即使就是说没有分染的很匀，有笔触的话，它也是那个笔触也是顺着它的生长结构的，就变成纹理了。你看它边缘对比虚一些，对比弱一些它就虚，中间这些对比强一些它就实。再调整成虚实。其实这些理念、这些方法不单单只是说在牡丹上面用，其他一样，比如说芙蓉啊，比如说什么芍药啊，像这种几乎这种比较清雅的这些花时候都可以用得到，甚至荷花什么东西你都能应用，法无定法嘛。一理通百理通。我们靠这个白色的边来辅助这些细节，是吧？各种表现手法来处理它的各个细节。这样给人家感觉就丰富。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等下再来。提染完白粉之后，很多地方就是说现在红的有点不足，我们再稍微的补一下。比如说这边
很集中是吧？然后这边就稍微有点太亮，有点不协调，就没有过渡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淡淡的再加一些，辅助一下。那刚刚在加的这些后面这些花瓣，也可以在里面给它上一点曙红。好，基本上现在花是接近完成。老师没有开麦克风。现在有声音了吧？就刚刚就是不足的地方，就提染完白粉之后，它可能很多地方就太淡，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给它辅助再补一下。像里面很多的这种纹理细节，是吧？它其实就像我前两天上一周讲的书法的一些什么相像、相背，其实它们是一样的，这种变化它讲究的是一样的，万变不离其宗嘛。他们这些中国传统的艺术，所讲究的东西基本还是大同小异。向背什么大小、聚散、阴阳、开合，讲的都是这些东西。
应用这些东西来丰富我们的画面，让它更具有学术性，更具有艺术性。比如这3条是吧？这2个近，这一个远一些，它就有聚散；长一些的有短一些的，是吧？长短、粗细，这些都是变化。所有这些艺术都是有窍门的，就是讲究。所谓的窍门就是这些讲究。要不然真的会像我们群里就是张金涛说的，你画一辈子画，写一辈子字，只能在门外徘徊了，因为你不知道他根本讲究的是什么。我们先画画心，先把它吹干。拿一点头绿，平涂这里面的画心。把线条留出来，一定要注意工整。画工笔画要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悠哉悠哉的，一笔一笔慢慢来画，不能着急。一着急，往往就是要画脏了，要么就是画过头了，或者就是说不工整。就要养成这种习惯，修身养性嘛，是吧？就养成这种悠哉悠哉的这种思想状态。然后把这个头绿调淡一些，加些水，再照染一遍，轻轻的照染一遍，
再把它吹干。用刚刚那个胭脂再勾线，对原来的线条再复热一下，也不用太重，热一下。靠近根部的稍微重一些，上面的就虚。第一遍加水，但加比较少。第二遍是水比较多。然后用我们这个刚刚这个头绿加白粉，就头绿很少，基本上以白粉为主。炒成粉绿，提一下叶子，因为花是比较鲜艳的。我其他地方我就画的灰一些，尽量让花是主角，其他是配角。注意线条不要盖住。叶子灰的，花鲜艳的，形成一种鲜灰的对比。甚至用一些点染结合起来。
把它的枝干一块稍微的提一下。点染，结合起来染。边提染边点染。这样子它尽量不光滑，然后花是相对光滑，形成一种粗糙和工细的这种对比。之前这些有点漏了，提染白粉漏了，没处理够，再加一些。现在在叶子跟这个枝干里面加一些曙红的，跟这个花呼应一下，胭脂或者曙红都可以。
淡一些，不要太重。它的鲜艳程度是不能超过上面的花，一点点是吧？稍微呼应一下。因为它底色本身是蓝的，然后加一些曙红，它就变成偏紫，所以色相上面还是不大一样，但是它又有可以呼应，又能起到呼应这个效果。背景也可以给它加一些，它蓝的加上这个曙红的胭脂的就会发紫，它有些地方发紫，有些地方还是发蓝，这样增加它的这种色彩的丰富性。注意的是，不能所有的地方都加，应该是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你全部都加的话，依然只是说换了一个色调而已，它起不到这种丰富的变化。比如说像这一片，我们就保持的这个蓝色，这两边保持的就是加一些红色让它发紫，有点对角的发紫。现在我拿一点赭石处理这些破洞，赭石。
然后点染，对这些破洞，边缘有些快干的地方进行点染。然后我们也可以给这个牡丹花加一些水珠，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讲过水珠怎么画？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加几个水珠。先吹干了的时候。先画水珠的暗部，用它原本的基础这个颜色稍重一些。手纹我加了一丁点的胭脂，基本上是以手纹为主，很少的胭脂。
把它晒干。然后画投影。再用白粉贴染它的反光。白色。
好，我们再休息一会儿，等下再来。一个比较浓的这个白粉、白色，然后点高光，水珠的高光和反光。注意这2点高光要笔断一连。现在开始点花心，先用白色，勾出里面的丝。一样得有变化，就跟写书法一样。有相像相悖。稍微吹干一些。相对说，
勾这个是需要比较浓的这个白色。然后我们再加一些藤黄，这一定要浓，然后滴上去，粒粉粒上去。它是凸起来的，然后不要粘在一块儿。有大的有小的，尽量不要粘在一块儿，这样它干透后用手一摸它是鼓起来的。要比较浓，这样两边这样包起来。有开的有合的，然后边缘不要太光滑。它可能像这种就是南方，尤其是南方空气里面水分比较多，然后它可能不容易干。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一个取巧的办法，就是用的小孩子的痱子粉，就还没干就是隔了1-2天还不干，然后就用痱子粉轻轻的撒在上面，然后用干的毛笔轻轻的把剩余的那些粉扫掉，这样它就干了。调整一下它的外形，四方又四圆，介于方和圆之间，这样会比较好看。然后我们拿一把高线笔，蘸蜀红末或者说胭脂，淡一些的胭脂，然后再勾叶茎叶脉，勾也就主要的中间这一条主脉勾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太浓了。这里面的大小分布就是说，前面也好，后面也好，它都有大的有小这样穿插的，这样才好看。有大小的这种对比，元素的对比。好，基本上现在接近完成了。我们现在考虑一下落款的位置。如果落款在这边，它会给人感觉是一条线上，感觉不舒服。如果是落在这边，它跟这边是感觉是一条线，也不舒服，是吧？然后看来看去，好像只能落在这个位置，落在这个位置，然后让它有一个，这个是一个弧线，不是一条直线，就破一下这个太直，在这个地方落一个，落个全款就可以，落个全款就可以。落在左上方的话，它不管你落到哪里，这个距离跟这边的距离都会相等。落到这边的话，它这样的相等；落到这边的话，这边这样相等。落到这个位置的话，这种式，这上面一个三角形的式，这边短，这边是略长一些，然后破一下这个太直的式，形成一个弧度，然后从这边它一整体的式这么来，从这边来，在这边过去，形成一个式。它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这边回头盖一个小小的印章。现在我们把它裁下来，这个背后还得做一些颜色。我先把它吹干，然后背后还得做一些颜色。我们刚刚点花蕊的时候，因为水分比较多，所以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电吹风不要太猛，太猛它会到处喷。
哎，切个东西。切完大家怎么呢？开的。对的。对的。过来大家啊。那过的，现在你过过。哎，挺多。我们沿着它的边把它给裁下来。全款就是两个字，或者一个字、两个字，或者很少的几个字叫全款，不是长款，是全款。贫穷的穷，穷款。好，这样轻轻的就能拿下来了。然后呢，如果我们是长衣轩，我们可以翻过来，接着画。如果是鱼母轩或者比较厚的纸，那就算了。如果是长衣轩，我可以接着画。我们拿点白色。稍微染一下花朵，可以浓一些没事，因为它背面画的话，过渡不是很均匀，你在正面的话是看不清楚的。如果是鱼母轩的就算了，绢的话也可以这么画。长衣轩它的好处就是在于薄，然后反面可以衬一些颜色。白粉的浓度可以稍微浓一些，没问题。然后背景的地方，像它比较蓝的地方，我们可以给它来点花青，重一点的花青。
背面完全可以重一些。背面太淡的话，你正面看不清楚。如果是绢，那你就要稍微淡一些。如果是长衣靴，你可以重一些。如果是云母靴，那就不要去动。这样它正面的颜色会给人家感觉更浑厚、更厚实。如果是云母靴的话，就不要去动了。绢的话就薄一些，长衣靴的话就重一些。好，基本上都可以，把它吹干了就可以了。把它吹干，我回头翻过来盖一下印章，基本上就完成了。之前这个胶太重了，有点粘在下面。胶太重的话，我们可以在正面稍微补一下，揭开后再上正面补一下。稍微水浸一下。用水稍微浸一下就能掉。吹干稍微处理一下，这个很正常。
刚应该是这个没有刚透，所以就翻过去。平常一般点完之后都留着2天3天，然后再去翻。背面它上完之后，有些地方它隐隐约约的会有一些漏环或者其他的，然后它更有纹理，它一点一点这种纹理更好看。还好，基本上没损伤。我稍微再点一下花蕊，它原本的那个花蕊掉了，胶不够，有点掉，重新点一下就是了。一般情况下是不着急，让它慢慢干透之后，再翻起来画背面，或者就是说还没点的时候先画背面。这干透后也可以用珠标在中间再画一条丝，把它分成2半，这样更会有细节一些。当然你不画也可以。有大的有小的，这样穿插着。基本上完成。找个印章。我一般在比较亮的地方盖的印章会用仿古印泥，如果是比较暗的地方，我一般用珠标印泥。大部分其实我用的是珠标印泥，然后印章尽量小一些。我这怎么没有小的印章？我找一下。尽量的印章比字要小一些，大概就是印章是最后一个字的1/3，2/3那么大，差不多。然后盖之前呢，用指甲盖在这个盖章的位置轻轻的磨一下，底下记得垫几张纸。
好，基本上我们这张就完成了。基本上完成。如果上面有需要的话，可以再盖一个银手，但也只能很小，不能大。找一找有没有合适的银手。不合适，盖完不合适，不合适就不盖了。好，然后大家这一周的作业就是继续临摹完这一张作品，把它临完，好吧？那今天晚上的课就到此结束吧。好，我一会儿拍一下，发到咱们云盘里面，包括这视频我全部都发到云盘里面去。